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剧录玩具，我是，我他妈谁来着？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剧录玩具，我是露露。那本视频看大家来自我们假面骑士电王里樱井有斗所使用的变身腰带林诺斯驱动器。那么在视频开始前呢，首先要感谢我的好朋友，他就是 B 站 UP 主川白 Masato 所提供的本次玩具。先来看看盒子，正面、背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那这个东西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所以它成色呢会比较一般。盒子外面有些部分已经有点褪色了。那这个老物呢做的其实是很良心的，但是老万代在制作它的时候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那这边先卖个关子，我们后面直接来看它音效吧。拿出我们的腰带。它这里面一共有一条驱动器、一个卡盒、一个背扣，另外一边的腰带，还有一张我们的变身卡。背后的这个位置呢，需要塞入2节7号电池。接下来让我们给它开机吧。开机键在上面这个位置拨动开关。这张卡片呢，我们给它放入卡盒里。卡盒呢可以通过卡榫直接搭在腰带上。在未变身状态下，按动上面这个按钮。它一样会有能量装填的音效。接下来我们来变身吧。首先拿出我们的卡片，拉动上面的拉环，放入卡片。卡片呢可以通过侧面把它抽出来，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直接用上面的拉环给它弹出去。这里我想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了，除了音质本身有一点点问题以外，它这个音效其实错的，它这个节奏慢了非常多。我没有 CSM 林诺斯，但是我有新电王，我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新电王的那个织女系形态带级音效，两个的带级音效原本是一样的，但是你听新电王的。就很明显，然后你再听林诺斯的。它的调子慢了非常多拍，有一点拖泥带水了，没有剧中那味。音质问题呢，其实属于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老一点的 DX 基本上都会这样，电王的那条 DX 腰带也是这个样子，甚至电王在17年再版的那条 DX， 它竟然都没有改变音质。真的是让人有点生气。那别的呢，其实就没什么。这条腰带主要是收个情怀，而且在它 CSM 没出之前，我其实对这条 DX 腰带怨念了很久，因为它确实带基因好听，然后另外它这个卡片的设计挺戳我的审美的。那这边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川白 Masato， 不远万里千里迢迢给我送来了这条 DX 腰带。那因为这条 DX 缘故，所以我林诺斯的 CSM 大概率是不会再买，除非我后面碰到非常好的价格，因为基本上 DX 该有的玩法也都有了。当然 DX 的音效体验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如果说你想要追求极致体验，可能还是 CSM 会稍微好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外观本体吧。首先可以说一下，这次腰带是没有明显偷色的。卡片弹簧呢过了这么多年了，但它还是非常的坚挺，效果还是非常好，弹力十足。本身上面所带有的金属色，包括银色涂装，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呢，其实已经有一点瑕疵了。不过不打紧，这种老物你想追求完美，几乎是不太现实的。接下来我们看卡片，它这里其实有给你做一个防呆设计，箭头朝向的地方才是你插入卡片的地方。如果你要强行从另外一边插，是插不进去的。包括背面的织女系形态也是一样。本身这张卡呢，它上面是有这种磨砂的浮雕的，包括它卡片的凸起也会比较明显。我自己是更喜欢这一种多一点。CSM 那个怎么说呢？也许它会更还原剧中，但是作为玩具来说的话，这卡质量非常好，除非说你强行要给它掰断，不然你正常来说是掰不断的。它这个很厚一张，这个背扣看似名不见经传，但是电王的背扣、林诺斯的背扣，甚至包括我们 Decade 的背扣用的都是这个款式。当然我这个是第三方的，原版也是这样，只是原版在盒子里面我不想拿出来。这个卡盒跟 Decade 的卡盒是几乎一样的了，只是 Decade 那边上面是一个 Decade 的标志。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卡盒一样是可以收纳万代的 DX 卡片的。
可以非常完美的放进去。本体只附带这么一张变身卡，正常来说是应该多给2张的。这毕竟是个儿童玩具嘛，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在把玩中可能会存在有丢失的情况，那你一丢，整个腰带的机能基本就废了，那不就很可惜吗？而且这卡盒容量应该蛮大的，你看我放一张卡进去，它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在卡盒里面它晃晃荡荡的，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多给几张卡，哪怕多给1张呢，是多给1张2张，这样让它把这卡盒稍微填得满一点也行啊。但是万代好了，那大概也这么多了。视频的最后呢，还是感谢我们的川原 Master 为本期视频提供了评测样品。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也就说，有喜欢观众欢迎订阅，我是在每期更新的这期，我们下期视频再会啦，拜拜。